西游记》第71回，行者假名降怪吼，观音现象伏妖王。话说这赛太岁捡起了自己的宝贝，就派出所有的妖怪在营寨之中仔细搜查，定要找到小偷才罢休。而孙悟空呢，则变成了一个苍蝇，偷偷摸摸地飞到了金圣宫娘娘那里，告诉了她一条妙计，来共同对付赛太岁。只见孙悟空先是变出了一只瞌睡虫，让娘娘的贴身丫鬟春娇昏睡过去。之后呢，孙悟空就变成了春娇的模样，侍立在娘娘的左右了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娘娘就把赛太岁给叫了过来，同他一起喝酒。古人云，断送一生唯有酒，赛太岁啊，也是栽在了酒上面。孙悟空趁着他喝酒的功夫，就变出了一大堆的狮子、跳蚤和臭虫，让他们爬到赛太岁的衣服里乱爬乱咬。赛太岁奇痒难忍啊，只能脱了衣服来抓狮子。这一件又一件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赛太岁就把自己的上衣全都脱了，而且呀，还把别在腰间的紫金铃也交到了孙悟空假扮的春娇手里。孙悟空把真的紫金铃藏在身后，又变出了一个假的紫金铃还给了赛太岁。有了宝贝，孙悟空就用了一个隐身法，飞到了营寨外头来叫阵了。赛太岁听说孙悟空现身了，也是兴奋得很，拿着自己的宣花板斧就来应战。两人来来回回50多个回合，也不分胜负。就在此时，赛太岁拿出了自己的宝贝，要用烟火黄沙来击退孙悟空，而孙悟空也拿出了一模一样的宝贝，还骗赛太岁说呀，当初太上老君在炼丹炉中铸造紫金铃的时候啊，一共做出了2个，你手里的是瓷的，俺老孙手里的可是雄的。当然，无论赛太岁怎么摇晃，也是不能战胜孙悟空的紫金铃啊。2个人在下面打得火热，突然之间，观音菩萨从天而降，他不仅收走了赛太岁，而且也把紫金铃给收走了。原来呀，这赛太岁其实就是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吼，而紫金铃呢，则是金毛吼脖子上的铃铛项圈。金毛吼这次下凡也是观音菩萨早就安排的。想当初朱子国国王在当太子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在落凤坡射伤了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的2个孩子，2只小孔雀。而这次呢，金毛吼下凡抓走金圣宫娘娘，就是为了给大明王菩萨报仇的。而金圣宫娘娘身上的5彩仙衣，则是紫阳真人张伯端赐给娘娘，让她免遭妖怪侵扰的。你看，原来朱子国这场奇遇啊，是神仙们早都设计好的剧情啊。仔细回想一下朱子国的剧情，其实和乌鸡国的剧情十分相似。乌鸡国的国王得罪了文殊菩萨，朱子国国王呢，则是得罪了孔雀大明王菩萨。来收拾乌鸡国国王的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，而来惩治朱子国国王的，则是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吼。乌鸡国国王死去了3年的时间，而朱子国国王则是卧病在床3年整。这样的故事设计其实褒贬不一，有人是觉得吴承恩已经江郎才尽，故事都没新意了，有人觉得呢，使用相同的故事构架能够让读者读起来更加轻松。那么现在击败了赛太岁之后，师徒4人继续向西的步伐，下一个妖怪又会是谁呢？咱们呀，下回分解。